来工地修一台设备，说这个设备开2天就烧了，现在工地上电都不让他用了，老跳闸，工地停电，漆黑一片。你看他们工地上说是我们的主线是不是连电什么的跳闸？不是什么情况？他说，你能给我说一下什么情况？就是开起来以后跳，还是不开就跳？现在合不上了，这个能合上，这个能合，这个合不上了，一合那边全不跳。这个好像24伏的，他说的那个厂家说的，他怀疑是这2个东西有烧的，就这个东西，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个能合上，对，这个合不上，对，合不上，一合就爆了，对，一合那边就跳了，对对。一开始是机器正在运转的时候，它咔哧跳闸了。运转的时候跳着了。这路线下边拉了很多呀，带了很多。对。其他的这些合闸没事啊？对，就这一路，就这个，就这一路。然后它合不上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不运转了，连那个屏幕都不亮。我得先看一下它设备的输入电压有没有问题，就是进线电压380伏正不正常？400伏，三相电两两之间400伏，这个是没问题的，也不缺项。再测一下220伏，火线与零线，没问题，现在电压都正常。客户说总闸可以送电，送上电以后就是这个闸不能送，一送就跳，那就把总闸先送上电。再测一下220这个电源，220，他说可以送电，那我就送一下。这些闸他们都合过，电闸下面火线有电，保险丝进线有电，保险丝出来的线没电，这个保险丝烧了。烧保险丝可能是下边的控制电路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保险丝是控制回路的保险丝，保险丝不通了，保险丝后边控制的是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入电源，那这个电源块是不是有问题了呢？乘4开档测量它的电源输入这个电阻，真没动，应该是有电阻的，看一下，依然没动，测的这2个都有问题。另外这些接触器的线圈也是220的，我得测一下它线圈有没有烧的。这个用万用表的乘10档来测量它的线圈，线圈是220伏的，因为如果电压过高，它会烧坏220这些电源还有线圈。这个线圈电阻可以，这个得测一遍，不然的话不敢送电。再看这个线圈，表针没动哎，这个应该和上一个接触器一样，线圈摆动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而它没有。那这个接触器烧了吗？这是拿螺丝刀捅一下，不正常。这接触器烧了，线圈烧了。线圈的电源是从保险丝出来的，线圈烧了，同时2个电源块也烧了。那什么原因会烧这些电器呢？我觉得是电压超高才会烧这些电源块。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电源块一火一零，用乘4开档测量，它是有电阻的，而这个烧坏的，看一下表针就没动，上面这个也是，所以我判断这2个电源块都是烧坏了。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测它的灵火接口，看这个表针，它会慢慢的往回摆，这种现象很有趣。乘4开档它输出一个高电压，先是给它瞬间充电，然后它内部的电容再慢慢的放电。我觉得就是这种原理，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就是指针表测电源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接触器也买回来了，一会儿给它换上。电源块换上以后测量都正常，像这种情况下这个可以送电的。
另外还有一个故障，就是总闸送上电没问题，这个闸一送就会跳总漏保，所以我要测一下漏电，我怀疑是漏电。这个测漏电需要拆掉总零线，总零线与地线是通的，所以不拆总零线测漏电不准。因为控制柜内有回路，有回路就是通的。一指标笔测设备外壳，另一指标笔分别测量电闸下边这三路线，还都不漏电。不漏电为什么会跳漏保呢？这个电闸下面接的都是接触器上面的主线呀，都没吸合呀。除了这几个接触器的主线，还有什么线呢？我捋一下。这个空开下面接的这几个接触器的主线，还有往外接的线，下来了，在这儿接了一个220的空压机，就是这个空压机220伏，也就是说送上电它就突突的转，那是空压机有问题吗？但是我无论怎么测，空压机都是没问题的，也不漏电，线圈也没问题。电是有了，可以送电看看吧。零线接着呢，零线不会虚接呀。进来的零线有虚接，那就完了。可以送个电试试呗。试试呗。不行，跳一送一跳。对，还是一送一跳。得去总配电箱那边看一下。再上那边去看看。零线没问题，一般零线的压的没问题。咦，活动了。怎么都没压紧呀？这两个就是这个配电箱的总零线和他们家的主零线，这都没压呀。主零线虚接会烧东西的。我去拿个扳手。拿扳手得紧，这太松了这个。怪不得他们工地上工人说总是烧电器。那从后边看就是，一个是他们的总零线，一个是他们的主零线，两个都没压紧。拉了个紧的这个。紧完零线再看他们家的地线，地线接哪去了？看看啊，找找。这是他们的主电缆，他们的地线，这就是为什么总是跳漏保的原因。地线接零线排了，莫名其妙的跳，不漏电它也跳，在那边一合闸就跳，就是因为这个地线接零线排了。零地短路，要么说一级箱那个漏保也老是跳，人家电工都不让他用电，原因就在这儿。这个地线应该接着地线排，这样就好了。他们一开始接在那个楼上了，他们没来，他们又挪线了。这样子放心的送电就没问题了。不跳了，这好了。好了，屏幕亮了。好了，这样我的检修就完成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亲爱的，我想别说话了，太频繁了。我想要王师傅明天来一趟给看看。灯，这是吸顶灯，关了灯以后就是这样，一会亮一会灭，一会亮一会灭，就是这个灯开关，灯正常亮，灯也是刚换的。先把灯罩取下来 ，LED 灯。上一个灯也是这样，晚上微亮，以为是灯不好，换了个新灯，结果还是亮。现在是关灯的状态，这个时候线上是不应该带电的。测火线15伏，测零线
17伏，这是不正常的，零线带电。这里有个固定的铁棍，这是接地的。零线带电17伏，因为它连着驱动形成回路，所以这根线也带电压。这是火线，可以开灯看一下。开灯以后显示电压220，零线还是带17伏、18伏。就这种情况可以确定它零线是不好的，零线应该是0伏。这个电不是感应电，它会通过 LED 灯珠对这个铁棍之间形成回路， LED 灯珠就会微微亮。它这种情况你再给它并一个安规电容就不好使。我以前视频中用这种方法解决过灯微亮的问题，那个是感应电，而这一个不是。看一下现在在测还是带17伏，所以这种情况并安规电容没有用。再来到配电箱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测18伏，火线230，零线18伏。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火线漏电也会造成零线带电，可以拉下电闸看看，拉总闸。再测近线还是18伏，测地线没有。它这种情况应该是外边的主线出现了问题，主零线带电。再用望远表确定一下故障现象，测量零火之间的电压230伏，正常。电压正常，所以家庭电器都正常用电。再看一下火地电压，火线与地线比刚才零火之间的电压要高，高出10伏，240伏。这个电压应该和零火之间的电压是一样的，它却高出了10伏。零地，把档位打小，看一下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3伏之内我觉得是正常的，而它17伏，刚才电比测的零线也是17伏，所以我个人判断是它零线出现问题了。以前经常遇到地线不好，地线会带电，而这一次地线不带电，零线带电，那这是因为零线不好吗？下面我准备去楼下的主配电箱看一下。找零线排，这就是电比测零线排，带16伏的电，在这个地方都带电。再测一下火线，这一项，这两项是并一块的，它这个电路是改过的。现在是2根火线，这一项是零线，带15伏，主零线都带电。也不清楚以前这电路出现过什么故事。一根电缆下来，进来3项电，这根线没接，测一下在上面带多少伏的电，215伏。这一项的对地电压明显要比其他2项低。零线带着10几伏，16伏，16加214，正好230伏。而其他2项的电压231、230，就这么巧吗？这个火线被零线抢走了16伏的电压，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在没用这种数线电比之前，我都没见过这种现象。这种电比还是很好的。主零线带电，每家每户的零线都带电。你看，每一个零线都带电。还好他们的主地线都是好的，不带电。他们这个单元这个样，其他的单元呢？去看一下其他的单元，零线带电不稀罕，这个故障现象不稀罕，我是经常见到。看这一个单元的零线，哇，一看就知道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虚接。测一下它的主零线16伏，这一个229、235、201，这就是电压低的那一项。其他2项还可以，你说这种零线带电怎么处理呢？主零线接地不好，还是说虚接，还是说漏电呢？电路查到这里我都没办法再往上查了，那还是上去解决那个灯的问题吧。我提前准备了一个中间继电器，接上2根线，它的原理就是靠继电器的吸合来接通和断开电路，
给灯供电。这个继电器通过2路触点同时接通零线和火线。关灯的时候，这个继电器是断开的，接线这一头接101火进线，这一头是出来接灯的。这个很简单，这样就接好了。接灯上去试试。拆掉它的接线端子，就是我手里的继电器代替这个接线端子，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哎，正好，空间正好。把线接上。17伏的电，始终是有一个17伏的电。这17伏的电就对着钢筋和灯之间形成个回路，钢筋之间形成回路就会导致LED的灯会亮。要么说有的时候这个灯啊，你不装的时候它不亮，往墙上一装，和这个铁一接触，它就开始亮，是吧？这种事我遇到过好多次哎。是吗？这灯你不往墙上装，它跟墙是绝缘的时候它不会亮，一往墙上一靠或者接触人体它就亮，就这么神奇。我那个的话，是不是下面那个事儿需要跟物业反映一下？跟他们说一说也行，跟物业。你说咱们的零线上面的带个10几伏的电，导致家里边的灯有时候关了灯以后上面还带电。他们如果有这种感应电笔的话，能测出来。普通电笔根本测不出来。普通电笔测不出来，我这有普通电笔。普通电笔跟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普通电笔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这种10几伏的电，它会导致灯微亮。当高的时候，这些灯啊，可亮了。对，可亮了。这个电压现在等于说被继电器给阻断了，只有通上220的电，让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它的触点才接通电源给灯供电。它这个螺丝杆是盖楼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杆和楼体的钢筋是接地的，就是因为连了这个螺丝杆，所以它会微亮。没有这个螺丝杆，这个灯我估计就没那么亮。现在开灯，关灯，开灯，关灯，这样就杜绝了微亮。好了，这个小故障维修完成，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嚯，好大一台空压机啊，看看好不好修。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呢？起不起来是吧？起不起来。星闪角降压启动的，烧过是吧？没有。那能试一下吗？就试，不行的话就赶紧断就。启动一下，启动，万元启动。好。不转呀？电压正常，电压正常，三阳电压正常，启动不开，要么缺项，要么用眼看是没发现问题，那是哪里的问题呀？接触器的问题，还是电线的问题？或者说是我没看到问题，还是说电机有问题？电机缺项，电机拉不动也会嗡嗡的响。像这种先从哪开始呢？先测电机线圈，这6根线是3组线圈，先断电，再验电，确保没电。上万用表，成1档测电阻。6根电机线是3组线圈，找到这3组线圈，测电阻。电机越大，电阻越小，它的电阻很小。从这测出的电阻可以看出来，电机是没问题的，线圈是好的。电机不缺项。
拉不动吗？下面我就拆下这个3根电极线。拆下电极线的原因是我想看一下是不是交流接触器的问题导致的缺项。万用表打到交流电压档，我要测电压。先不让它转换，我把时间设长点。你现在启动一下。现在点启动。不，那个。好，别动了啊。哎，没电压呀，缺项。主接触器缺项，这个接触器缺项。正线都是正常的，正线正常。出来的缺项，出来的。我不是突然跳了，它是转换了。转换以后我再测一下。这转换没问题，这个缺项。红线这一项没有。红线有啊。到这为什么没有啊？线断了。这边有，到这有，到这就没了。停了吗？红线到这有，到这就没了。呀，断了呀！这就断了，鼻子断了。它怎么能断呢？对呀，它在里面没动不了它，动不了它。不是来回颤吗？这个来回颤。不对啊，它颤，它这个一起颤的。整个颤。对呀，应该有点颤的。它这种吧，它这种鼻子，它有时候在压的时候已经都受伤了。这个是不是这个掉下来了？这个螺丝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抖容了，可能是。掉下来以后抖，把它抖断了，那是。可能是的。它是受力的，它这么抖。走。我也没想到是鼻子断了导致的缺项，去买了新的线鼻子给它压上，没买到短的。因为发现这个绿线鼻子也有裂痕的现象，所以把绿线也拆下来重新做了一个鼻子。在往里压线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滑丝了，螺丝是滑的，怎么上都是滑的，然后紧到一定的程度，一上嘎滑了，这个螺丝压不紧了怎么办呢？可偏偏又是我给人家拧坏的，难道是因为这个螺丝不好要换整个接触器吗？这很贵的这个接触器。这个不用换接触器，可以固定螺丝的，就是再压一个线鼻子，然后用螺丝背上，那就是这样背上个螺丝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头也把线压上，上点试试吧。可以了，开吧。好了，这样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故障。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冒烟了，看了吧？这个电机是刚修回来的，接上线以后转不起来，以为是转换开关不好，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啊，这个是在快慢速的。啊，对，快慢速的。双数电机。通上电转一下，看什么故障现象。听声音是不是电压缺项呢？先测一下输入电压是不是缺项。三相电两之间应该是380到400伏，看一下，380伏。这两项，100伏，缺项。输入电压缺项，可以确定是缺项。输入电压去哪找啊？配电箱。刚想着手测量的时候，发现线头掉了，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出来。这么明显的故障都没发现吗？你说？那不线头掉了，不缺项吗？缺项嗡嗡转不动。这个故障原因就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吗？把掉下来的线头压上以后再去看。先测量输入电压正常，电压正常，两之间，这就好了。380伏，刚才是缺项。还是不好，有问题。是不是接触线了？都是缺项，电机都发热了。这种电机的接线方式和普通的3相1部电动机不一样，它里面的线圈原理都不一样。等一下给大家看哪里不一样。我得测量一下，在断电的情况下，打开转换开关，我得测这个电机电阻线圈电阻。关。关。可以确定线接错了，接到这里的这根线我拆掉。我把这个线拆下来了，可以看一下这根线与其他两组线之间，在打开关的时候它应该是通的，应该是短路的，可以看一下。这俩线接反了，导致的缺项。这样把这两个线头导一下应该就好了。它的控制原理应该是这样的。还有这个线明明标着线号，它怎么能接错呢？标着1234566，在转换开关上也标着1234566，它应该是接线接错了吧？测一下通断，可以确定这两个线头接错了，在这头导一下就可以了，这头就不用动了。这一个组合开关的线如果乱了可不好搞，拆乱了可不好接。它本来它电机缺项是那个线头那掉了，但是它后来又接线，又接错了。在快速运行的时候，这3个端子是短接的，就是我测这3个端子，两之间是短接的。打档，打档上这就短接了，这就短接了。这就对了。好了，可以试一下。看一下，这就是双数电机的线圈，和普通的3相1部电动机线圈不一样。刚才一打档短接的是这3个点，这3个点短接。它这个看一下它这个电机线圈原理吧。这就是铣床，这就是刚才修那个铣床的控制电路。然后在这边这个双数电机，这就是双数电机的线圈，低速运行角形连接，高速运行是星形连接，
高速运行的时候是把这 U1、V1、W1 这3个点短接，输入3相电，就实现了高速的运转。低速的时候，这3个点是断开的，啥也不接，然后 V1、W1 输是3相电，这是低速。低速是1500，高速是3000。它的原理介绍的很清楚。它和3相1部电路机的星角转换还不一样，可以看一下。这是星闪角转换的一个3相1部电路机，它的线圈你看不一样，它也有这个短接这一块。这是3相1部电路机的星形连接、角形连接不一样，和那个双数电机很明显不一样。有的时候现场用接触器来控制的时候，很容易弄错。像这种电机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的时候，和这个星闪角降压启动很像，到现场一不小心就认为是这一种，有弄错的时候。做个广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吧，很多新手师傅需要。带扫码看视频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目录。这本书也是从基础开始护锁、自锁以及传感器、3相1部电路机的控制、星闪角、双数电机、自我降压启动这些都有。单向电机、92/2的电机、直流电机，这个少见啊。直流电机控制调数、步进、视符以及设备电路、数控，还有一个 PLC 变频器、软体、低压配电电路、高压配电电路、照明电路，很全的一本书。这本书电路还是比较全的，需要的师傅可以点左下角小黄车了解一下。感谢你的观看，请多多指点。